从前，有一只乌鸦对自己的生活非常不满意。有一天，它坐在树枝上哭泣，一位智者坐在树下，正好被乌鸦的泪滴弄到了脸上。智者抬起头，看见一只乌鸦正在哭泣，于是他问道：“朋友，你为什么哭泣呢？”乌鸦说：“智者，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非常沮丧，没有人爱我，人们都驱赶我，没人给我东西吃，每个人都讨厌我，我宁愿死了算了。这样的生活比死亡更好。”听到乌鸦的话，智者的心充满了怜悯之情。他对乌鸦说：“我的朋友，我们应该学会在任何环境中都保持快乐。”但乌鸦无法理解这个智慧，继续哭泣。于是智者说：“不要难过，告诉我你想成为什么样的鸟，我可以用我的咒语来让你成为那种鸟。”乌鸦高兴地说：“智者，如果你想帮我一个忙，请让我成为天鹅吧。”智者说：“好吧，我会让你成为天鹅。但是先去问问天鹅，他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快乐。你去找他问问，我在这里等你。”乌鸦高兴地飞走了，去找天鹅。他看见一只在池塘中游泳的天鹅，他走近天鹅说：“你是多么美丽啊！你的羽毛像牛奶一样白，每个人都爱你，你一定是世界上最快乐的鸟。”天鹅伤心对乌鸦说：“不，我的朋友，我并不快乐。世界上有这么多美丽的颜色，但我却没有任何颜色，白色很平淡。我想鹦鹉一定是世界上最快乐的鸟，你看它有那么多颜色。”听到这里，乌鸦飞走了，找到了鹦鹉。他对鹦鹉说：“鹦鹉，你是如此多彩和美丽，你一定是世界上最快乐的鸟。”鹦鹉悲伤地对乌鸦说：“不，我的朋友，我并不快乐。你看，人们把鹦鹉关在笼子里，我总是害怕被人抓住，被关在笼子里。我想孔雀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鸟，它比我更美丽。”乌鸦听后飞来飞去寻找孔雀，经过长时间的寻找，他终于找到了被困在动物园的孔雀。他看到成百上千的人聚在一起观看孔雀。在人们离开后，乌鸦走进孔雀，对他说：“亲爱的孔雀，你是如此美丽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看你，而我呢，人们一看见我就立刻远离我。我想你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鸟。”孔雀悲伤地回答说：“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最美丽、最快乐的鸟，但因为我的美丽，我被困在这个动物园里。当人们采摘我的彩色羽毛做装饰品时，我感到非常痛苦。”孔雀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并说：“我的朋友呀，我并不快乐。”乌鸦听到这里感到非常惊讶，他问孔雀：“谁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鸟？”孔雀回答说：“我仔细观察了动物园，我发现你乌鸦是唯一没被关在笼子里的鸟。人们不试图捉住你，关你进笼子，所以过去几天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可以快乐地四处飞翔，自由自在地生活，那就好了。”乌鸦听后感到惊讶，飞离那里，并且第一次感到作为一只乌鸦的快乐。他回到智者那里说：“哦，智者，我不想成为任何其他的鸟，我很好，现在我很快乐。”成功提示：在生活中，我们会发现这也是我们的问题。我们常常与他人做不必要的比较，然后变得悲伤并自责。我们不珍惜自己所拥有的，这导致了不断循环的不快乐。我们应该学会在拥有的事物中感到快乐，而不是盯着自己所没有的东西。总会有人比你拥有更多或更少。如果你不断将自己与他人相比较，你将永远无法成为一个知足快乐的人。同时，我们也应该学会在任何环境中都保持快乐。苏格拉底名言：世间最珍贵的不是得不到和已失去的，而是现在能把握的幸福。一群年轻人到处寻找快乐，但是却遇到许多烦恼、忧愁和痛苦。他们向老师苏格拉底询问快乐到底在哪里。苏格拉底说：“你们还是先帮我造一艘船吧，
青年们暂时把寻找快乐的事儿放到一边，找来造船的工具，用了749天，锯倒了一棵又高又大的树，挖空树心造成了一条独木船。独木船下水了，青年们把老师请上船，一边合力摇桨，一边齐声唱起歌来。苏格拉底问：“孩子们，你们快乐吗？”学生们齐声回答：“快乐极了。”苏格拉底道：“快乐就是这样，它往往在你为一个明确目标忙的，无暇顾及其他的时候突然造访。”成功提示：一个有明确目标并为此不懈奋斗的人，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为此，每个人都要学会为自己确定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，让自己在短期目标、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指引下，用好生命中的每一天，感受每一天生活的快乐。快乐与烦恼主要决定于一个人对生命的理解。许多成功人士都认为，人活着是为了能带给他人幸福与快乐。柏拉图曾说过，医生所犯的最大错误是，他们想治疗身体，却不想治疗思想。可是精神和肉体是一体的，不能分开处置。从前，一位年长的智者，在一个村庄中向人们演说，人们会带着各种问题去找他，并带着解决方案开心地回来。一个贫穷的男人坐在同一个村庄的路边，注视着去找智者的人们，非常注意地观察。他惊讶地发现，人们进去时都带着悲伤的表情，但回来时却看起来很快乐。这个穷人想知道智者如何解答他们的问题，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问题提给智者。他也带着这个想法走向智者。人们在排队等待时，一一解释他们的问题。轮到他时，他先向智者鞠躬，然后说：“智者啊，这个村庄的几乎每个人都幸福富裕，为什么我如此贫穷？为什么上天没有给我一个富足的生活？”智者带着慈悲的眼神看住他说：“你之所以贫穷，是因为你从未给予任何人任何东西。”贫穷男子惊讶地说道：“智者啊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是一个乞丐，我自己都难以维持生活，我靠向人们乞讨来维持自己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予别人。”智者静静地等待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亲爱的朋友，你非常无知，你是有东西可以给予的，而且不少。上天赋予你许多与他人分享的东西，但你并不知道，你从未分析过这一点。上天赋予你一个微笑，你可以用微笑感染别人，因为人人都希望别人喜爱自己，重视自己。他赐给你一个嘴巴，这样你可以对人说出甜蜜和善良的话语，赞美他们，鼓励他们。他赐给你双眼，你可以用它们以友善和慈悲的眼光看待他人。他给你2只手，你可以用你的劳动来帮助他人。上天赋予了这4样东西的人，永远不会贫穷。你认为自己贫穷只是一种错觉，你必须去除这种错误想法，永远不要让你的内心有贫穷的感觉，贫穷将自动消失。从此，他的心态发生了改变，他开始将智者的教诲融入自己的生活。他学会了用真诚的微笑去面对世界，用温暖的话语鼓励身边的人，并伸出援手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他的内心充满了爱与关怀，他感受到无形的丰盛和幸福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生中的富足和幸福不仅取决于我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，更取决于我们愿意与他人分享的心灵宝藏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，我们应该学会感恩，并且同时发掘自己内在的丰富资源。富有和满足感不在于索取，而在于给予，这是自然的法则。所以我们所给出去或不施出去的，会以1000倍回报给回我们。我们也应该将爱与关怀传递给身边的人，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拥有丰盛的人生。阿木四处寻找解脱烦恼的秘诀。这天，他来到一个山脚下，只见一片绿草丛中，一位牧童骑在牛背上，吹着悠扬的横笛，逍遥自在。阿木走上前去询问：“你看来很快活，能教我解脱烦恼的方法吗？”牧童说：“
骑在牛背上，笛子一吹，什么烦恼也没有了。阿木试了试，发现不灵，于是他又继续寻找。阿木来到一条河边，看见一位老翁坐在柳荫下，手持一根钓竿，正在垂钓。他神情怡然，自得其乐。阿木走上前去鞠了一个躬，请问老翁：“您能赐我解脱烦恼的办法吗？”老翁看了阿木一眼，慢声慢气地说：“来吧，孩子，跟我一起钓鱼，保管你没有烦恼。”阿木试了试，还是不灵，于是他又继续寻找。不久，他来到一个山洞里，看见洞内有一个老人独坐在洞中，面带满足的微笑。阿木深深鞠了一个躬，向老人说明来意。老人问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来寻找解脱的？”阿木说：“对，恳请前辈赐教。”老人笑着问：“那有谁捆住你了吗？”“哦，没有哦。”“既然没有人捆住你，又谈什么解脱呢？”阿木顿时恍然大悟。成功提示：我们的许多烦恼都是自找的，快乐就蕴藏在我们的心里，何苦去外求呢？有一个师傅，对于徒弟不停地抱怨这抱怨那，感到非常厌烦。于是有一天早晨，他派徒弟去取一些盐回来。当徒弟很不情愿地把盐取回来之后，师傅让徒弟把盐倒进水杯里，然后喝下去，并问他味道如何。徒弟吐了出来说：“很苦。”师傅笑着让徒弟带着一些盐，跟着他一起去湖边。他们一路上没有说话。来到湖边后，师傅让徒弟把盐撒进湖水里，然后对徒弟说：“现在你喝点湖水吧。”徒弟喝了口湖水，师傅问：“怎么样？有什么味道吗？”“很清凉。”“尝到咸味了吗？”“没有。”然后师傅坐在这个总爱怨天尤人的徒弟身边，握着他的手说：“人生的痛苦如同这些盐，有一定的数量，既不会多也不会少。我们承受痛苦的容积的大小，决定痛苦的程度。所以啊，当你感到痛苦的时候，就把你承受的容积放大些，不是一杯水，而是一个湖。”成功提示：痛苦是有限的，而我们的心胸可以包容一切。所以啊，当你感到痛苦的时候，就把你承受的容积放大些。一位少年去拜访一位年长的智者。少年问：“怎样才能变成一个自己愉快，也能给别人快乐的人呢？”智者送给少年4句话。第一句话：把自己当别人。在你感到痛苦忧伤的时候，把自己当成别人，痛苦就减轻了。当你欣喜若狂之时，把自己当别人，那些狂喜也会变得平和一些。第二句话：把别人当自己。真正同情别人内的不幸，理解别人的需要，而且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，给予恰当的帮助。第三句话：把别人当别人，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独立性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侵犯他人。第四句话：把自己当自己，因为你爱别人，所以你要爱自己。少年说，这4句话之间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，我怎么样才能把它们统一起来呢？智者说，很简单，用一生的时间去体会。少年沈默了很久，然后叩首告别。后来少年变成了中年人，又变成了老人。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很久以后，人们还时时提到他的名字，都说他是一位智者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把自己当别人会使我们平和，把别人当自己能让我们学会怜悯，把别人当成别人能让我们懂得尊重，把自己当成自己能让我们懂得自爱。这样的人生将是完美的人生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按赞订阅来支持我的频道，请关注我，并按赞和转发，你的支持将是我做出更好影片最大的动力。谢谢大家。